我是徐宝强，我也是香料密码的结语人。这是黑胡椒，是香料之王，曾经价值很高，甚至跟黄金可以相比。新加坡早期也有种过，不过现在没有了，但它的价值还仍然的保存在现在。胡椒最早的产地其实在印度，在来佛寺未登陆新加坡的时候，已经有在新加坡存在的啦。18世纪的时候，Temenggong Abdul Rahman 带了一些华人工人来新加坡，建立了胡椒和甘蜜的种植园。新加坡曾经是香料贸易的枢纽，胡椒与甘蜜是岛上重要的作物。胡椒藤依附甘蜜树而生，甘蜜则为胡椒树遮挡烈日，提供庇荫，相互依存，共荣共生。随着土壤日渐贫瘠，新加坡已不再种植胡椒。但胡椒树的踪迹是否仍留存在这片土地上？在徐宝强的带领下，我们踏入福康宁公园。这个地方早期是新加坡的第一个植物园，现在是福康宁公园。我们现在在这里建立一个香料园。在福康宁公园里，我们果然发现了胡椒树的踪影。这几棵胡椒树守护着新加坡香料时代的余香与记忆。胡椒树在新加坡已属罕见，踪迹难寻。然而，在邻国马来西亚的沙拉越，胡椒仍是当地的标志性作物。这位在新加坡工作多年的沙拉越人，热衷于向本地人分享家乡独有的风土人情与魅力。我叫 Richard， 华语名叫刘立祥，我今年34岁。我在沙拉越驻新加坡办事处上班，宣传沙拉的文化和特产。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就是我们沙拉的胡椒。马来西亚是全球第5大胡椒生产国，几乎全部产量来自沙拉越。由于地理与环境优势，当地胡椒种植主要由原住民承担。其实我们沙拉越有很多种植胡椒的人，但是多数种植胡椒的地方呢，都会离市区比较远一点点。所以这次我们要去看的是一个比大有族他自己种的一个胡椒园。Amin， Hai, apa kabar? Kena ni kabar no? So ini adalah pepper farm kita punya community. 我是阿Win， 我是Bidayu， 我今年48岁。所以今天我穿着我们沙劳越还是Bidayu土族的衣服。我是做胡椒的生意。我公公开始已经是种胡椒的。当我小的时候，我是很讨厌胡椒的。我们每一天都要去胡椒园，要帮忙我妈妈去拔草啊、采胡椒啊，很讨厌这个工作。觉得为什么我 grow as a farmer 的女儿啊？因为很辛苦，又要晒太阳，不简单，不简单。阿Win非常排斥农民的生活，长大后他毅然离开这片胡椒园，前往大城市寻找新出路。10年前，我是在吉隆坡住。每一次我要回去沙劳越，我的朋友就会叫我买胡椒，我就觉得买胡椒，他们就跟我讲，你不知道咩？你们胡椒是很好的 quality 啦。我就想出为什么我不把我爸爸妈妈种的胡椒来卖，我就带我的孩子一起跟我包胡椒拿去卖。我是第一个土族出来卖自己的胡椒，under我们自己的品牌了。阿威语族人居住在偏远地区，靠务农为生，生活十分拮据。
胡椒成了他们困境中最后的一线生机。我还记得啦，就是当我要去读书在吉隆坡的时候，那时候没有钱哦，很穷，所以我妈妈就把那个胡椒拿去卖，给我那个钱去读书。现在我就想回去我应该帮忙我一样的 community， 还是有很多那些很穷的 farmers。我就是看到那些小孩子，就是像我以前了，很穷的，要去读书，但是又没有钱了。所以我就是希望尽量的去帮忙我这些小孩子，就是我以前呢。This is why it inspired me to 介绍我们的胡椒。胡椒耐于久藏，原主们视其为珍宝，小心储存。只有在生活急需时，才会取出变卖，换取度日的开销。我有一个也是 farmers， 他们种胡椒种了很久，收起来。当他老婆要进医院的时候，他就打给我，他说我要卖胡椒，用那个钱去看医生。每一次他们卖了胡椒，我给钱给他们，我觉得我就是帮忙他们了。哇 ，smells good。我真的很高兴，因为我都可以看到他们拿到那笔钱，他们很高兴。这两个就是我的堂弟咯，在马来西亚啦，还是在沙劳越，只有剩5个人来的，其中那2个就是他们2个咯。他们时常跟我在一起种胡椒。同环女的习俗如同胡椒种植文化，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如今，同环女的传统逐渐消逝。阿 Win 庆幸自己至少守护着胡椒种植这条传承之路，延续着族人的坚持与骄傲。阿 Win 承载着祖辈对土地的深情厚谊，让沙拉越胡椒焕发耀眼光芒。他守护的不仅是香料，更是对这份传承的坚守与认同。刘立祥也期望将家乡的特产与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我从小的一个教育就是要饮水思源，要寻根。我觉得的家乡做这些贡献很有成就感。这是属于我们的树。对，哒哒。胡椒于18世纪传入沙拉越，最初由客家人主导种植。随着大批华人农民迁往城市，胡椒种植逐渐转由居住偏远、拥有广袤土地的原住民接手。尽管如此，仍有少数华人怀抱深情，坚守胡椒种植，延续这一历史传承。我是陈章远，今年55岁。我曾经是沙劳越留台同学会的总会长。有一个活动就在沙劳越主办，我们一起聚餐。我习惯性因为不吃外面的胡椒，所以自己随身有携带这个胡椒。他们就怎么你的那个香味跟这个咖啡店的胡椒的香味不一样？就问我。这个胡椒在哪里买？那瓶广受好评的胡椒，正是出自陈章远岳父家后院亲手栽种的胡椒树。本人姓杨，杨和新，客家人，我今年80岁。我就是看这个咯，它有黄的就是材料。做白椒，这种的就是采了就会直接晒了，
啊，再做那个黑胡椒。因自家胡椒备受追捧，陈章远萌生了开启家庭式胡椒生意的念头。由岳父负责种植，岳母负责加工。现在是要找那个白的啊，做白胡椒，已经红的、熟的，这个已经是熟的，做白胡椒。然后这个做黑胡椒的，比较轻的咯。我这个已经泡有了，像2、3天这样的。泡那个胡椒说它有发酵嘛，所以它水会黑。胡椒经过多日浸泡，果皮自然脱落，晒干后便制成了白胡椒。去摇它，一下子咚一下，它有碎，它会响一下啊，那个就是够了，够干了。陈章远的太太杨彩宁也亲自参与胡椒加工。看好市场前景的她，更鼓励父母持续栽种胡椒。我们一路以来是种水果的，那水果都不能够留。胡椒不一样，胡椒是可以留很久的一个东西。我有顾客告诉我，他的胡椒留了30年，还好好的。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很 amazing 的一件事情。加胡椒，它会提味，它会有那个辣味，所以它在美食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你如果这个香料的味道不好，你就破坏了那个美食。沙捞越胡椒闻名全世界，整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泥炭地，就讲黑泥土里面有很丰富的矿物质的，2/3在沙捞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胡椒种在沙捞越跟种在其他地方它不一样。最了解胡椒特性的，莫过于亲手栽种它的人。胡椒辛辣带香，为东南亚料理增添风味层次，是不可或缺的灵魂香料。今天杨妈妈将下厨烹调一道她的拿手好菜。今天我妈准备了一道我最喜欢的一道食物，叫凤凰头排。其实这道菜我们只放胡椒，其他任何的调味料啊、味精啊等等，我们都没有放。一撮胡椒撒入锅中，馨香四溢，瞬间为菜肴注入灵魂。对陈章远一家而言，它不仅是赖以为生的农作物，更承载着家的温饱与对未来的希望。如果天气冷的时候喝一碗热热的胡椒汤，几棒。我希望胡椒的种植方面能够提高品质，让我们沙捞越胡椒的这个辉煌时代再创高峰，把这个真正沙捞越胡椒的味道传播给全世界。胡椒作为烹饪的灵魂香料，不仅丰富了本地饮食文化，更成为众多经典美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肉骨茶便是其中的典范。我姓魏，名松豪，我是经营肉骨茶生意。胡椒呢是我们肉骨茶的灵魂。我用的胡椒呢是沙捞越的胡椒。胡椒要经过加工，拿来炒，炒好了呢拿去搅，对，那这个味道就很不一样，很浓的那种香气，对你闻了很舒服的，对，然后不会呛鼻子的。我们的汤是清汤，属于潮州式的，所以我们呢必须用那个白色的胡椒，然后煮出来它的颜色就很均匀。
我们附近的居民哦，他们一走过我的店就说：“哎呀，老板，我每天哦嗅到你们的那个肉骨茶的香味啊，然后啊，每次还在家吞口水啊，好像很香，很好吃。”肉骨茶起源于码头，早年苦力搬运货物时需要高热量的食物来补充体力，而肉骨茶正好满足了这个需求。胡椒呢是对身体非常好，如果你每天喝哈，你会增加你的抵抗力、免疫力、祛风、祛寒。有时候你的肚子胀风啊，很不舒服啊，你就加胡椒来喝下去，马上就冒汗。等一下，你的肠胃就很舒服了。我们做几十年的肉骨茶，我们每天都在喝。就是他拿肉骨茶，然后肉骨茶是新加坡的国民美食，也是外国游客来访时必尝的佳肴。我第一次品尝肉骨茶，我喝了像我满头汗，然后嘴巴里面全是胡椒味儿，非常好喝。这个汤确实可以，像我不喜欢汤的。有了这个汤以后，我喝了好几碗。中国的电视台曾经来访问我，所以呢，他们来到新加坡，他们就特地来找我，也要看老板的真面目啊。40年前的一场车祸，让魏松豪严重毁容，人生陷入低谷。所幸当时的女友始终不离不弃，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这份深情成为他最大的支柱，也让他暗自立誓，一定要振作，为深爱的妻子创造更好的生活。6姐、7姐、8姐，你在吃早餐啊？我们以前家里比较贫困，所以我们姐姐也没有读什么书，就去帮忙做肉骨茶。所以我们的家里的兄弟姐妹很多人都会肉骨茶这方面的技巧，所以我就找我的姐姐、妈妈哦，跟他们一起合作，哦，就在欧南园第1间开肉骨茶。肉骨茶成为魏松豪重启人生的关键力量，不仅赋予他奋斗的目标，也彻底改善了一家人的生活。如今，儿子也投身其中，肩负起传承家业的重任。我是魏耀伦，今年35，我是魏松豪的儿子。老爸也是有说他想退休，他如果退休了，可能肉骨茶就不会传承下去了嘛。还是这么多人，爸爸吃40多年了，你吃？他们也是第2代了吗？对了。我一来都很喜欢吃一些古早味的一些食物，他们老了退休就吃不到那些老的味道了，所以就想说要继续做下去，保留这个传统的肉骨茶。魏耀伦毅然放弃尚未完成的大学学业，到店里协助父亲打理生意。我做肉骨茶30多年了哈，现在我就可以慢慢的退。肉骨茶生意有儿子接棒，魏松豪深感欣慰。本地香料界中有一家传承5代、历经110年风雨的家族企业 Norman Boy and Sons， 如今他们仍扎根于此，坚守初心。My name is Muiz Abbas Norman Boy. Norman Boy is my grandfather's name. My grandfather was doing all the trading business with spices. All the spices would come from overseas. We used to import and re-export all the spice commodities. 在2018年的时候，他们听说我们要改上香料盐，他们说觉得跟我们的合作是很恰当的，因为他们是香料贸易公司嘛，所以就这样参与。企业现任负责人 Hanif 是第4代传人，他对推广本地香料文化的传承与教育不遗余力。
When this idea was brought to us on the table, and they wanted to bring the element of history, I sai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participate. 他们为香料园内新增设的展览厅提供建设基金。香料园于2022年扩建重开，如今园内种植了超过180种植物。有了我们的香料园，就有一个景点，可以认识到我们的新加坡的历史。香料书写了新加坡的历史，也持续塑造着今日的饮食文化。胡椒穿越时代与地域，从种植园走上现代餐桌，至今仍以其独特风味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不可忽视的浓香。从一粒胡椒，它可以改变整个菜的味道。我希望买了我们的胡椒，可以改变我们整个 community。我们家跟胡椒有个很相似的地方，就是温暖。因为胡椒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有温度的食材。胡椒这颗穿越世纪的香料之王，不仅在我们的味蕾中绽放，更在历史与文化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馨香印记。